大家好，我是肥丁。味噌是由煮过的大豆、去和盐制成的发酵糊酱。发酵需要2个阶段，首先让米曲菌在米饭或大麦上转化成曲，然后曲会产生强大的蛋白酵素和淀粉酵素，将大豆中的蛋白质和淀粉分解成氨基酸和单糖。在熟成的过程中，野生酵母菌、乳酸菌和醋酸菌的参与为风味的形成增添了层次。而对于有大豆过敏的宝子，别担心，我们可以用其他原料来制作味噌。今天我们就用鹰嘴豆取代大豆，制作出一款独特而纯熟的味噌，并且熟成时间会比大豆更短。鹰嘴豆用清水彻底清洗，接着让它们在冰箱中浸泡12小时。将坏豆和没泡发的豆子挑出，然后将泡过的水倒掉，放回碗里，不用再泡水，重新放入冰箱。接下来的2到3天，每天取出冲洗一次，每次冲洗后将它们放回干净的碗里。鹰嘴豆发芽通常需要1到4天，具体的时间会因温度和豆子的活力而异。去芽后的鹰嘴豆不仅更容易消化和吸收，带来更高的营养价值。鹰嘴豆上锅蒸之前再冲1次水，蒸锅盖上一层柔软的棉布，把水煮沸腾后改中火蒸1小时。在鹰嘴豆中间炸一些洞，让蒸汽可以充满整个锅里的空间。我将发酵用搪瓷容器同时放进蒸好炉中，顺道消毒，以摄氏100度蒸了1小时。白色的米曲和糙米曲都可以做味噌。2种曲的制作方法我都有详细视频教程，大家可以去主页去搜。鹰嘴豆的味道比黄豆淡，所以这次我选自己做糙米曲。使用之前要提前把结块的米曲捏碎。时间到了，看看鹰嘴豆的状态。鹰嘴豆可以轻易捏碎，就可以揭去了。发现变成褐色的豆子也要挑出来啊。将蒸熟的鹰嘴豆放入大碗中，撒上粗盐，然后加入糙米曲，搅拌均匀。把煮软的鹰嘴豆放进调理机中，扭胀了，方便打浓稠食物，但它的容量比较小，所以我把鹰嘴豆分成4到5份。开始的时候不要用高速，用暂停键可以打几秒停几秒，直到鹰嘴豆变成粗颗粒，再逐渐加入清水，每250克豆子60毫升水，这样上面的鹰嘴豆就不会接触不到水而空转。矿泉水或纯净水都可以，自来水添加的氯会杀菌影响发酵。如果你用自来水的话，要先煮沸，放凉过夜，等到第2天才能使用。味噌放入发酵容器时的湿度非常重要，豆泥如果太干，混合物流动性就会不够，豆渣之间的空隙过大，其他细菌就会大量繁殖，抑制了米曲菌的生长，影响整个生物或化学的运作。太过湿润的豆泥又让微生物和酵素过于活跃，造成不可收拾的微生物大爆发。当鹰嘴豆打成细腻顺滑豆泥，便可以准备装盒了。取出手掌大小的豆泥，轻轻地塑成球状，像传接球一样以2手交替打拍，努力驱逐豆泥中的空气，然后像抛接宝贝般轻轻丢进保存容器的底部，让每一团豆泥之间没有空气，保持彼此的亲密。我最喜欢这个步骤了，太爽了，超解压。掉落在桌上的豆碎不要放回盒子里。豆泥入盒之后，在表面铺上一层烘焙纸，让它紧贴着味噌的表面，用手从上往下压，这是关键的一步，让它愈加紧密，阻止空气中其他细菌的入侵。然后用玻璃杯垫去施加重压。味噌发酵需要少许氧气，否则在真空无氧气的状态下，发出酒味或酸味便失败了。记得将罐口擦拭干净，把它放入烤箱，在摄氏60度的温暖中恒温发酵8小时。如果盐放的太少，豆泥的表面可能会长出白霉，不用担心，先挖除那些出现白霉的部分，换气之后增加盐的比例，再将它放回烤箱，摄氏60度恒温发酵24小时。如果你的要求不高，发酵36小时的鹰嘴豆味噌也可以品尝了。然而，对于我这种发酵迷来说，这种浅酵的味道根本无法满足我的味蕾，所以我将这个味噌安静地放在冰箱里，让它在低温中缓慢发酵整整1年。
期待着更深邃的风味。与味道鲜明的黄豆味噌相比，鹰嘴豆制成的味噌散发出更清新的魅力，它的口感更加柔和松软，盐量也适中，绝不会让你感到过于咸腻，实在是大豆和麸质过敏的另类选择。我喜欢在早晨或忙完累的时候喝上一碗，但是挖味噌是有点小麻烦的，尤其是自己发酵的味噌，挖的工具要消毒干净，无水无油，煨完也要清洗，把味噌做成1颗1碗汤的分量的味噌丸，好计算又方便使用。有一种海鲜汤包，里面有干燥、昆布、干虾、干葱与粉蟹、粉末、增味剂等配料。假如你跟我一样是个要求高的，可以自制鲜味粉，把高汤粉和味噌配料混合在一起，用手搓揉成丸子形状，煮汤起来超方便。我们先来看看味噌丸的基本做法。把味噌自制鲜味粉，干燥海藻放入调理盆里。纯植的朋友可用香菇粉、昆布粉，使用数种食材可以让提鲜的效果加倍。干燥葱粒，用刮刀仔细拌匀，避免结块。分成10等份，搓揉成丸子形状，每颗大概20克。味噌丸也可以包裹上外衣，比如白芝麻、天然蔬果粉、咖喱粉等。轻轻滚动之后，食材自然地粘附在味噌上面，调味的同时增添高级感。加入各种干燥蔬菜也是可以的。放入搪瓷盒里，抽出空气，不会串味。味噌本身太软，很难成型，加入鲜味粉可以吸收多余的水分，使味噌质地变硬一点。鲜味粉也扮演了调味的角色，就好像加了汤头一样，更好的提取鲜味。放在冰箱冷藏，随时可以使用。热开水煮至沸腾之后熄火，放入味噌丸子，热水的量可依你的个人喜好调整，搅拌至完全融化为止。这个是我自己做的鹰嘴豆豆腐，下次我再出一集跟大家分享做法。各位朋友记得订阅我啊，可以起锅了，超方便。味噌汤可以点都不单调，搭配不同的调料，小小的变化便可以让生活充满了趣味。这鹰嘴豆豆腐煮汤之后，口感嫩嫩的，也挺好吃的。水煮沸之后，加入剁泥的自制紫苏梅干，放芦笋烫一下，这种芦笋很快熟，不用烫太久。昆布，裹上红色火龙果粉的味噌丸，把汤汁染成粉红色，颜色非常好看，微酸浅咸的口味让人食欲大增。我放了装内板，麸皮就开动了，如果你肤质过敏可以省略。锅里放一点点油，炒香切又丁的红洋葱。锅子盖到加点热水，就不用放很多油了。炒2到3分钟，变成半透明。加玉米跟玉米笋，自制番茄酱。热开水，水沸腾后加入味噌丸，熄火，慢慢的搅拌至味噌丸完全融化，最后加入蒜粉。番茄和味噌这出乎意料的创新组合，很阳光有夏天的感觉。味噌汤只要把味噌溶解就可以了，不需要完全沸腾。豆浆要用已经完全煮熟的哦。加入南瓜丁，煮2到3分钟，南瓜变软。加入红喜菇和咖喱味噌丸，最后撒上巴马陈起司，有点像奶油浓郁的风味。水沸腾后加入山药片，山药的粘液容易引起皮肤痕痒，去皮切片的时候记得戴手套。山药煮软后加入自制白芝麻酱，紫苏叶。芝麻鹰嘴豆味噌丸，慢慢的搅拌至味噌丸完全融化后起锅，味道浓郁甘醇。冬天喝真的很暖很暖。视频里全部自己做的调味料我都有教程，即使你从未尝试制作肥丁频道的发酵史，
希望你能对这个充满魅力的发酵世界有更深的认识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请订阅、点赞、收藏、分享，让我们的美味旅程不断延续。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